西域的楼兰和居师两国以战败归降，乌孙则与汉朝和亲，建立了联盟。于是汉朝的下一个目标便是大渊。大渊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周围，首都贵山城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卡桑塞。大渊以盛产汗血宝马而闻名于世。汗血宝马是战马中的顶级品种，它四肢修长，皮薄毛细，步伐轻盈，奔跑时流出的汗水呈鲜红色，犹如鲜血，因此称它为汗血马。此马力量大，速度快，耐力强。汉朝第一个知道此马存在的，便是出使西域的张骞。他回来后，向汉武帝描述了这种战马的威猛，于是汉武帝就让出使大渊的使者带一些汗血马回国。可使者回来后告诉汉武帝，大渊确实有很多的汗血宝马，可他们听说汉朝想要，就全都给藏了起来，不肯送给汉朝。既然不肯送，那就交换或者购买。汉武帝再次派出使者，让他们携带着用纯金打造的金马去交换汗血宝马。可大渊国王依然不为所动，还是不肯交换。这让汉朝的使者非常的气愤，当场就将金马敲碎，然后扬长而去。可大渊的国王比他们脾气还要大，直接派出军队，在半路上截杀了所有的汉朝使者，并将大量的财物也给抢走了。消息传回长安，汉武帝震怒，决定出兵大渊。据听说，大渊将汗血宝马藏在了20城，于是汉武帝便任命李广利为20将军，率领万余大军出征大渊。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派李广利出征呢？一方面，霍去病在漠北之战的第3年就去世了，2年前，也就是公元前106年，卫青也因病去世了。另一方面，汉武帝认为他过去能缔造出帝国双璧，现在也依然可以。于是他就将目光瞄准了另一个同样是外戚的李广利。李广利是李夫人的哥哥，李夫人还有一个哥哥名叫李延年，他们是中山人，也就是今天河北省定州市人，父母以及兄弟姐妹全都是昌人。昌人就是歌舞杂戏的艺人。但是不知何故，李延年因为犯法被处以了宫刑，到狗监去任职了。有一次在举行祭祀的时候，需要乐师演奏，就把李延年给选中了。由于他技艺超群，被汉武帝赏识，从此便经常在宴会上唱歌助兴。有一次，李延年编了一首新曲，汉武帝听后赞不绝口，不由得感叹说：“世上果真有歌中所描绘的这般女子吗？”平阳公主连忙说：“这个词曲中所描绘的女子，便是李延年的妹妹，确有其人。”于是汉武帝连忙召见，果然是一个美人。随后他便被带入宫中，不久后就生下了一个儿子，他也就被汉武帝封为了夫人。可是李夫人红颜薄命，生下儿子后不久就病逝了。但李夫人的2个哥哥却被汉武帝重用。李延年被任命为协律都尉，李广利则被封为了20将军，率军出征大渊。他们一路跋涉，渡过了盐水及今天的罗布泊。可是由于大渊国早已和西域诸国达成了一致意见，不给汉军提供粮草和补给，李广利没办法，只能一边走一边打。如果能打下来，他们就可以饱餐一顿，打不下来就只能撤军后继续西行。就这样，他们边走边打，总算来到了玉城城。玉城城隶属于大渊，位于今天安吉延氏以东的乌兹根城。此时一场大仗都还没打呢，可李广利的数万大军就只剩下了几千人，而且还都是饥饿疲乏的状态。李广利下令攻城，结果却是大败而归。最后李广利和属下们一致认为，此时连玉城城都攻不下来，大渊的国都就更别想了。于是汉军便原路返回，撤到了敦煌。
就这样，李广利历时2年，率领数万大军出征，战果没有一点，士兵却只剩下了不到2/10。他给汉武帝上书说，这次出征不仅路程遥远，而且还缺乏粮草，现在剩下的士兵也不多了，希望能让他暂时撤军，等补足了兵源后再前来攻打。汉武帝看完奏折后，气的是雷霆大发，数万人出征，连个汗血宝马的影子都还没见呢，就差点全军覆没了，还有脸回来？他立即派人守住玉门关，并下令改有军人擅自入关者立斩不赦。李广利这才感觉害怕了，只能继续留在敦煌等候发落。可就在李广利手足无措的时候，匈奴那边却出事了。此时匈奴的单于又换人了。伊稚茶死后是乌维继位，可没过几年乌维也去世了，由其儿子乌师卢继位。因为他年龄太小，所以也称他为儿单于。就在李广利西征大渊的这年冬天，北方下了场大雪，使匈奴多半的牲畜都冻饿而死。再加上儿单于喜欢杀人和打仗，使国人多有不安，于是匈奴的左大都尉就想杀掉儿单于。行动之前，他秘密派人告诉汉朝，他杀掉单于后就投降汉朝，请汉朝务必做好接应工作。汉武帝连忙命令公孙敖去修建一座受降城，以迎接左大都尉。受降城修建在今天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以东50公里的新呼热。可受降城修好后，汉武帝还是觉得距离匈奴有点太远了，于是他又派赵破奴率领2万骑兵从朔方郡出发，翻过阿尔泰山去迎接左大都尉。汉朝这边一切准备就绪，可左大都尉那边却出现了问题。他的反叛行动还没开始，就被儿单于发现后给斩首了。紧接着，匈奴派出了8万骑兵向赵破奴杀了过来。赵破奴率领大军赶紧撤退，但还是有数千汉军被匈奴俘虏。他一连跑了好几天，才跑到了距离受降城不足200公里的地方。这时他们实在是跑不动了，于是就停下来休整。可就在他们休整的时候，匈奴的8万骑兵已经将他们给包围了。最终，赵破奴以及剩余的汉军全部投降了匈奴。匈奴继续率军来到了受降城，可在公孙敖的顽强抵抗下，匈奴久攻不下，只能撤军北去。消息传回长安，朝野震动。此时，距离卫青和霍去病去世才短短几年，汉朝大军就两面受挫。最终，汉武帝决定先不去管匈奴，准备全力对付西域。因为大渊如果拿不下来，那么之前在西域所取得的所有战果就都将灰飞烟灭。于是汉武帝下令，首先赦免囚徒，让他们前往敦煌报道，结果1年之内前去报道的人数就达到了6万之多。其次，为大军准备充足的粮草辎重，其中牛10万头，马3万匹，驴和骆驼数万头，以及大量的粮草和兵器。第三，增调50余位校尉军官一起出征，以及工匠若干。听说大渊的都城内没有水井，这些工匠们的任务就是将流向都城内的河流改道，使他们没水可用。第四，为了防止匈奴偷袭，征调18万甲卒进驻酒泉郡和张掖郡以北，新增居延县和修楚县筑城防守。最后任命2个直驱马校尉，准备在攻破大渊后选取良马。此战的兵力之多，布阵之豪华，自汉朝开国以来都是十分罕见的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公元前102年秋天，李广利再次率军西征。沿途经过的西域小国见汉军如此强大的阵容，再也不敢造次，都纷纷的开门迎接，并为汉军提供粮草。可是轮台国例外。轮台国地处西域中部，故址在今天新疆轮台县的东南。既然不配合，那汉军就只能攻打，一连进攻了好几天，才将轮台国给攻破了。破城后，轮台国被血洗，之后再也没有敢阻拦汉军的小国了。他们一路西行，来到了上次惨败的玉城城。但是这次李广利并没有在玉城城浪费时间，他只派了1000余人去攻击玉城城，其余大军则直接进攻大渊的都城桂山城。先行到达桂山城的有3万多人，在李广利的命令下，汉军万箭齐发，射向准备迎战的大渊军队。大渊士兵抵挡不住，只能退回城内固守。
汉军也不再攻击，而是将桂山城团团围住，再让工匠们开始改道河流，使城内断水。一连围困了40多天，桂山城内终于坚持不住了。大渊的贵族们经过商议，决定杀掉国王，与汉朝谈判。他们提出的要求是，只要汉军退兵，他们就将汗血宝马全都交给汉军，任其挑选。如果汉军不同意，他们就将汗血马全都杀掉，然后再联合康居国和汉军抗争到底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康居国是不可能跟他们联合的。此前，李广利留下1000多人去攻打玉成城，结果只有少数人逃了回来。李广利又派上官桀去攻打玉成城。上官桀可是个猛人，他很快就将玉成城攻破。玉成王战败后逃往康居，可上官桀紧追不放，一直追到了康居。他告诉康居王，如果不交出玉成王，汉军就连康居国一起攻打。康居王不想惹事，就将玉成王给交了出来，玉成王被杀。所以李广利知道康居国是不会和大渊国联合的，但是他听说有汉人正在桂山城里为他们挖井，而且城内的粮草也很充足，继续战斗下去意义不大，于是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，同意和谈。最后大渊放出了所有的汗血宝马，任其挑选。汉军的2个直驱马校尉挑选了几十匹好马，然后又在中等以下挑选了公马和母马，共3000多匹。然后李广利又任命了倾向于汉朝的大渊贵族媚采为新的大渊国王，与其签订盟约后班师回朝。在回朝的途中，西域各国听闻大渊战败，都打发自己的子弟跟随汉军去长安朝见纳贡，有一部分则留在了长安当质子。至此，历时4年，2次征伐大渊的战争总算是结束了。此战虽然胜利了，可付出的代价也是异常惨重的。当李广利率军进入玉门关的时候，大军只剩下了1万多人，战马仅剩下1000多匹。回到长安后，李广利被封为海西侯，10亿8千户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